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二部的19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集讲到电池要请山酱吃派大星，然后两个人居然还在那儿认真的挑选了起来。哦，这个海星是可以食用的啊，那个海星是有毒的。另外可以看出，阿树是真的非常喜欢小火。山酱和电池在对话的时候，小火二代就一直站在 C 位，用非常抽象的表情在那儿疯狂的抢镜。对于要初次品尝奇怪的海洋生物，山酱老毛病又犯了，开始到处找借口。虽然我不讨厌海星啦，但海星可不像生鱼片啊，必须要煮熟了才可以吃。我们这里又没有火，嘿嘿。没想到电池他早有准备啊。他拿出了一个在房间里找到的锅盖，还有一个从弱鸡手上抢过来的打火机。打火机！我靠，怪不得别人要一直盯着玻璃看。电池你个崽种，又欺负小孩子。那么说干就干啊，两个人还真用锅盖开始烹饪起海星了。山酱看着丢了一地的学生帽，询问电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啊？这里需要更正之前的一个设定啊。这一部的永恒恶魔制造出的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啊，和第一部里的在8楼循环是不一样的。阿树在第一部的漫画里画了一幅很形象的图来说明情况，但是前几集这个无限的设定是社长用嘴说出来的，我自然是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了。然后我就误以为这个水族馆是重复绕圈的。综上所述啊，所以前几集我认知错误，这都是阿树没有描述清楚造成的锅啊，那不是我的嘴硬，是道理硬啊，不OK 啊？那么说回故事里面来，电池准备利用无限刷新资源这点，收集大量的帽子，然后出去卖钱。山酱就完全理解不了了。我寻思你之前就一直在搞这种坑蒙拐骗的勾当了，你就这么的缺钱用吗？估计是电池平时生活的圈子也比较孤僻，他居然毫不避讳山酱的提问，把自己家里面的实情都给说了一遍。其实我家里有个妹妹啊，和我相依为命。我妹妹是个天才，聪明到可以去读大学了，所以我想凑点钱啊，供她上大学。电池还可怜兮兮的说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呀，所以至少要让妹妹过上普通的生活才行。哇，看山酱的样子，他好像还真的听进去了耶。估计之前对电池的负面印象都烟消云散了吧。但是我仔细一想，好像不对呀，这那由多出现到现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啊，之前看他的行为举止好像并不是很聪明啊。虽然电池上一部和波奇塔约定过要给支配恶魔创造一个可以平等生活的世界，但是你不能因为要供妹妹读书就去欺负流浪汉啊，这不是成了第一部里武士道那种狡辩的思维了吗？电池你还这么年轻，想要赚钱的话完全可以学夏树学姐吗？不对呀，电池好像是男的。不对，男的也可以啊。说话间呢，这海星已经烹饪完毕了。山酱说只有里面的籽是可以食用的。我是个郫县人啊，这辈子就只看过一次海，所以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建议弹幕里来2个高手科普一下。电池吃了几口之后抱怨这个味道就像是很难吃的海胆一样。不过山酱好像终于是有点胃口了，他吃完之后直呼这点分量完全都不够老娘塞牙缝的嘛。他看到旁边的报纸上铺了一堆鱼干，这些都是电池提前准备的干粮啊，似乎是电池刚才诉说的悲惨经历啊，让山酱找回了求生欲。连电池这么可怜的人都在努力的活着啊，我也要克服困难，勇敢的活下去啊！山酱小心翼翼的拿起鱼干抿了一小口，我操，这逼玩意儿真的太难吃了。但是这一次啊，山酱没有选择退缩，他眼含热泪的将苦涩的食物啊大口大口的咀嚼起来。这么惹人怜爱的表情啊，真的看得我好心疼啊。不过电池这个逗逼居然在旁边幸灾乐祸的不停大笑，他该不会是想起之前阿秋吃奥利给时候的表情了吧？电池笑完之后对山酱说道：你这个家伙还挺有意思的嘛。山酱从来没听过别人这样评价自己，一时间还有些没反应过来。随后电池表示，虽然你之前说的那些长篇大论是很没意思啊，不过你这个人看起来倒是挺有趣的。电池，你确定你这段话不是用来形容周姐的吗？山酱好像是理解错了什么，他居然小脸通红的开始自我暗示起来。我是个有趣的女人，我是个有趣的女人。电池呢还在一旁随声附和。山酱突然异常激动的
站了起来，再度向电次确认道：“我是个超级有趣的女人，没有错吧？”电次继续面无表情地附和着，三江的自信心爆棚，连说话都开始狂了起来。他像个女帝一样指着电次高傲地说道：“哦呵呵呵，居然察觉到了本小姐是个有趣的女人，你很有眼光嘛，二等兵电次。”看着三江越发自负的神态，电次好像被触及到了往事。他并不反感三江这种嚣张的态度，这甚至让电次想起了之前的一个朋友。不行了，不要再说了，要哭出来了！大力啊，我的大力啊！三江恢复自信以后，智力突然间也拉满了。他看着地上的帽子，心中突然生出了一条妙计。在迅速吞下食物过后，三江开始领导电次要逃出这所水族馆了。他表情坚定地说道：“接下来啊，我们要开始攒钱喽！”说罢，少年和少女就开始在安静的过道里飞奔了起来。电次表示地上有个会无限刷新的钱包，里面有1000块钱，还有个房间里也有钱包，里面有14000块。三江指挥着电次：“否，都给我否起来啊！”电次一听，我从来都没见过有人怂恿我犯罪呀，马上就来了干劲啊！两个人在水族馆里玩的那是不亦乐乎，这追逐的画面啊，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幸福与友情的下午。三江和电次的表情是那么的洒脱，这也让我更加深信不疑。只要三江是自信的、快乐的、幸福的，那么此刻的他便是无敌的存在。搜刮了半天之后，电次提着满满一口袋钱，这里面装着的现金已经超过了100万日元。三江突然表情严肃地说道：“把钱都给我交出来！”电次一听就急了：“我靠，你过河拆桥啊！我辛辛苦苦找来的钱凭什么给你呀？老子今天就算是死在这个地方，也绝对不会。等我们逃出这个鬼地方之后，电次，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的。请您拿好啊，这些都是您的钱哦。”我操，电次，你果然是属狗的是吧？变脸变得这么快，但是我希望你这次能够学聪明点啊！等逃出去之后，提一点正常男性会提的，让兄弟们喜闻乐见的要求啊！不要再搞什么我想当你的狗这种猎奇的场面了。三江像个长官一样对电次发号施令：“二等兵电次，我现在要使用时间停止和空间移动，以上二者皆为禁术，你要做到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明白了吗？”“嗨，我的明白的该货。”嘿嘿，电次这个逗比啊，还真跑到一边去蒙上耳朵开始自闭了。三江脸色一沉，思考片刻过后，看向了水族馆的玻璃。他闭上眼睛，稳了稳心神，然后做出了一个逆天的决定：我要用这袋子里的100万买下这座水族馆。随后，三江轻轻触碰玻璃，吹动法咒：“水族馆之枪，听我号令！” The fuck！ 我人直接傻了。可能有些观众还在纠结啊，这100万到底能不能买下水族馆？而我通过三江的这番操作所看到的是战争恶魔可怕的能力，以及那完全不输马奇马的技能优先级和强制支配力。在发动能力之前啊，三江曾经做过自我暗示，他说不管是怎么样的歪理都没有问题的，只要他相信自己的认知就可以成功发动能力。所以这里是否说明三江变武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如果这次三江召唤武器成功，那就说明他可以在不经过主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物体使用强脉，然后再进行支配。相比马奇马的要让对方心理破防才能支配，战争恶魔这套操纵非生物的能力，在某些方面来说啊，甚至要比支配恶魔来得更为变态。难道说约尔他真的是个天才？之前都是在扮猪吃老虎吧？当然了，自从假电锯人事件之后啊，我再也不会相信阿树的表象了。这一话的结尾啊，也卡在了一个很容易迷惑人的地方。这三将技能成没成功根本就不知道嘛，也就是说下一话三将很有可能会召唤失败，或者说是因为钱不够召唤出一个半成品的水族馆之枪。所以三将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仅凭一人之力就拿下永恒恶魔这个副本呢？请听我下周继续分解啊。本话结束。